观众朋友们，你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陈安茂老师。今天又再次在镜头前遇见了武术大师陈安茂老师，赶快一起来跟陈老师打招呼一下。老师你好，老师好，观众朋友你们好。老师，朋友们问了一个好问题，这也是很多人改了名字之后会想问的。老师，我已经取了好名字，为什么我的好运一直都还没有来？哇，老师这一题真的是贴切很多人的心，是不是可以请你帮我们解答一下，好不好？以前的人问说，我有没有当官的命？那武术前辈就会告诉他：一命、二运、三风水、四阴功、五读书。对，所以你本职里面如果没有官的命，你怎么读书还是当不了官？那我有当官的命，我是高官还是低阶的官？所以一命，然后二运，你有没有抱对大腿？三风水，你们的风水够不够？让你的格局大，四阴功祖上留下的祖德多不多？五读书，你到底那个字多大的字，你认识几牛车，还是根本什么事你都看不懂？所以以前在讲的是讲当官的这个仕途之人，一命、二运、三风水、四阴功、五读书。那老师把它演化到现在的时空背景。现在的人不觉得当官是好的职位，所以我们讲说一个人的运势要好。你看黄仁勋，他也没有当官，对啊，全世界谁不认识他？是少之又少。所以老师把它另外一个角度讲，我们人生的命运强不强，气势够不够？一祖德，二我们住的房子、阳宅，对；三祖先的阴宅，对；四就是我们的本命。那本命年月日时八字背一雕骨先下美论，八字都不能改变了，对，所以才把它做一个修饰。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，那房子要师傅来装修，那我们的八字要姓名的包装，是。但是问题又出现了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，那为什么他们命不一样？当然，老师说名字取不一样就会不一样嘛。不过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在北出生，在中出生，在南出生，它又不一样解读。对，因为北方壬癸水，中央戊己土，南方丙丁火，金木水火土，因为北中南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它反射的气又不一样。最后观众提的，对，名字我都已经改了。那老师常常跟客人要离座的时候，跟他讲一句：心甘情愿改，不用3个月，变化的速度就会很明显。犹豫就算勉强改，对，最少要经过3年以上，最少3年以上。我数学比较不好，我都会问客人：那这样几年？他笑一笑，我也跟他笑一笑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好名字看你改的时候，心态是什么心态？为什么心甘情愿？不用3个月，变化就明显。我们讲说一念忏悔，万罪消。是，当你心甘情愿的时候，我们后面好几个10年的因果业力，搞不好那些冤亲债主，有些会觉得，你这种人有真的想改变的，搞不好他就冤家就变成护持你的那个守护神，希望你能够有成就，才能够让他要还的东西可以从你身上获得。是，所以一样的姓名取好，你在取对的时候跟更动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什么？那最后一样叫做我们的无奈。祖上留下的如果是很好的德，对，那会遗运到我们的子孙。那祖上留下的如果不是好的德，对，而是一个不好的东西，祖先留的遗殃，那一定会祸延子孙。是，老师从一些医师的名字里面看，以我的生肖姓名学看不出他名字哪里会好，看不出他哪里会当医生，但是回头再往前推，祖上留下了余德给他。所以他名字虽然取得很不好，对，天天就像在地府里面那个急诊室，你看病人在那边哀叫，他每天过的环境都不像我们可以这样子呼隆呼隆，
这样子把酒言欢的地方，但是他们扮演的这个白衣的角色，在地府他们是做行医济世，是他们可以有那些成就，那是祖上留下的遗德给他。名字不好，人家一样是名医；名字不好，人家一样出名。对，那名字好的，搞不好就像我这样子普龙拱的人都不一定。所以要说祖上留下的就是我们无奈的地方。所以哪家不投胎，投到这家来，对，我们就叫做能够重新做人，透过我们姓名的包装，让它变好。对，希望我们的冤亲债主一样一样的，要完了他就离开，我们开始累积了我们的德性，希望未来我们会过得会更好。是，所以姓名学的第一个字少年运，第二个字中年运，我们都希望第三个字的老运能够还我们公道。是，所以以前讲不求好生，也要求好走，那中间是好不好过，不能好过，我也最起码我要老运好，我要好走。是我这辈子过得虽然不怎么有成就，我也希望我的子孙、他们都非常有成就。是，老师，那这样子我也听得出来，就是说，如果祖德好，对我们的机运选择也会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这样解说应该有贯穿起来了哈。那如果既然我们的祖先不管他做的如何，我们今生没有得到他给我们的加持，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姓名来给我们，还有包含自己好好认真的读书、修行了哈，自己奋发图强，对，这也是一个方法啦。哦，再次感谢老师你的解说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想这一部影片非常的有知识含金量哈，就是对于你想要知道更多，自己为什么运气还没来哇？我相信这一片你要多看几遍，分享给更多朋友，我们的这个好的机缘会更快的来到。再次感谢你的收看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支新影片。再见，拜拜。